而看到这一幕，楚风则是不由心中一暖，因为丘竹已经抢得第一，他若直接进入，定会夺得先机，但是他却没有，反而堵住入口，为自己争取利益。不管他之前如何，但是此时此刻的举动的确让楚风颇为感动。这让楚风知道，丘竹虽与春武不同，但是他与夏雨和冬雪也是完全不同。丘竹姑娘，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你说这运雾圣殿是无情发现并开启的，那么你可有证据？战风理直气壮地问道。刚刚无情师弟准确地说出了这光束消失的时间，并且你们也说了，无情师弟与春武师妹是最先出现在此处之人，难道这还不够说明一切吗？丘竹辩解道。他们的确先我一步到达，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也许是他们运气好，距离此处近呢。还有，他先前的确是说对了这运雾圣殿开启的时间，但谁能保证他不是因为率先抵达而得到了提示呢？此处若真是他开启了，又何必等待我们到达？他直接开启入口，进入其中不就行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战风高声说道。贝尔他话音一落，众人皆是点头回应，尤其是诛仙群岛的人，喊的那叫一个嘹亮。你这是强词夺理，忘恩负义！春武很是愤怒地吼道。身为此处的开启者之一，见到这些人这么不领情，他实在是忍受不了。春武姑娘别生气，你要我们相信此处是你与那无情开启的，倒也可以。现在再去开启一道入口试试，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就相信你们。不过说实话，你们要真有这个本事，又何必与我们争这10个名额呢？战风很是讽刺地说道。要是真有这本事，自己再去开启一座，别来和我们争夺这10个名额。与此同时，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战风所煽动了起来，因为在丘竹封住入口这段时间，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来到了入口处，只要丘竹布置的封锁结界接触，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其中。所以谁会愿意将2个名额让出去呢？那简直就等于在减少自己能够进入其中的机会。丘竹、春武，不要胡闹！正所谓能者居之，这种事情可不论先来后到，何况在利益面前，谁会让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你们不要忘记，弱肉强食才是修武世界的法则，道德仁义可无法让一个人凌驾他人之上。就在这时，夏雨开口了，只不过他却是站在战风那边的，还是夏雨姑娘明事理。战风拍手叫好，随后又高声说道：这样吧，春夏秋冬4位姑娘毕竟是这缥缈先锋的主人，所以这10个名额就给你们4个，至于其他6个，自然是要给此处最强的人。而说到最强，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觉得谁能胜过我诛仙群岛的人吧？战风说话之间，将那微密的目光扫向在场之人，但是却蕴含着明显的威胁之意。这一刻，在场之人真是敢怒不敢言，万万也想不到，战风一句话直接把他们所有人的机会都给扼杀掉了，并且此处3位五品武军都是缥缈先锋和诛仙群岛的人，若是有谁敢违背，那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尽管众人的内心皆已燃起熊熊怒火，但却皆是低头不语，默许了战风的意思。见战风3言2语之间已将10人名额确定，并且完全将楚风排除在外，春武也是气得小脸通红，本想再说点什么，春武师姐算了，进入那运雾圣殿之后，难免会有一场你争我夺，以我的实力进去也没用，与其我抢夺1个名额，还不如你带我进去。楚风暗中传音道。而看着那面带微笑、情绪没有丝毫起伏的楚风，春武也是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随后转音道：无情师弟你放心，那5文仙莲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的。春武师姐、秋竹师姐，多谢你们替我无情争取机会，今日的这份恩情我无情记在心中了。不过那运雾圣殿也存在风险，你们若是信我的话，在见到大量武文之前就不要做出头鸟，更不要争抢什么先机。楚风暗中传音，却只传给了秋竹以及春武2人。听得楚风的传音后，2人皆是点了点头，而秋竹也是收起自己布置的封锁结界。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也只能选择妥协。之后，缥缈先锋的春夏秋冬4美女，以及诛仙群岛慕容婉、亚飞、战风等6人，一同进入了运雾圣殿之内。而当第10人进入之后，那运雾圣殿的入口果然瞬间关闭，就如同从未出现一般。这里再度被金色的迷雾充斥，这是什么世道啊？那战风简直太霸道了！无情兄弟，我等真是替你鸣不平啊！此处明明是你发现，怎么能让他们进去拿好处？在运雾圣殿的入口关闭后，很多之前大言不惭、喊着不相信楚风是此处开启者的人们，竟然无耻地替楚风鸣起不平。其实这样也好，他们这些人都走了，这武文仙境内也少了很多有力的竞争对手，咱们捕捉武文也会更轻松一些。这倒也是，无情兄弟，要不要与我们同行？高雄等人更是邀请楚风同行，但是楚风却能看出，他们也并非真心实意，不过是表面上给予同情罢了。而对于这些势利眼，楚风连话都懒得说，只是回以一笑，便不再理会，将他们今日的表现全部记在了心中。这些人将永远无法成为楚风的朋友。既然如此，那无情兄弟，我们后会有期了。见状，高雄等人便纷纷离去。只是一会的功夫，这本很是热闹的边缘地带，便只剩下了楚风一人。而在所有人都离开后，楚风却是面带微笑，来到了那已然关闭的入口处，淡淡的笑道：你们这些无耻之人，真以为这样便将我一脚踢开？马上就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这运雾圣殿的最大受益者。楚风说话之间，双手舞动，便重新布置了一道开启结界阵。而比起先前与春武联合布置的开启阵法，这道结界阵法可简单得多，所以只是片刻功夫，楚风已经布置完毕。随后，只见其轻喝一声，开层层金色光芒便拔地而起，最后形成了一道小型结界门。虽说这道结界门只容得下一个人，但是在结界门的上方却同样写着4个大字，那便是运雾圣殿。当这道门出现后，楚风的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不过嘴角的笑容却是更为灿烂了一点。
他之所以先前不争不抢，任由战锋那群无耻之人将他这个立功者一脚踢开，那是因为楚风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运物圣殿有2道门，第一道能够通过10人的门，的确是通往运物圣殿的入口，不过却要经历一些波折和考验，才能最终得到收获。而这第2道门同样通往运物圣殿，但是与第一道门不同的是，进入这道门后能够获得的收益更大，这才是真正通往运物圣殿的捷径。但是只容许1个人通过，那便是能够看破光束中的提示，与这运物圣殿真正的有缘人。楚风面带微笑踏门而入，刚刚进入其中，这道结界门便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楚风视线一阵模糊，已是进入了另一座空间。而当他看清周围的一切之后，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瞳孔一缩，为之一愣，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惊骇之色。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竟身处一片尸山尸海，茫茫无际的白骨遍布脚下，一望无边，有的平铺开来，有的盖成高山，甚至直入云端。这里的尸骨实在太多了，多到超乎想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是人类的尸骨，那个形状很是怪异，可以确定是兽类。但是有的尸骨更是大到超乎想象，宛如一座飓风横卧在大地之上。那种巨大的体积让楚风联想到了之前在金色迷雾深处见到的一个身影，就是那个恐怖的人形生物。最主要的是，如同这样巨大的尸骨也同样数不胜数，天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尸骨，就连楚风也数不清楚。而除了地下的尸山尸海外，此处的天空之上也是密布着诡异的乌云。之所以说那乌云诡异，是因为那乌云明明是黑色，却有渗透着金色的光芒。总之，这方天地到处都是难以形容的压抑。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如此多白骨？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楚风震惊，凭借敏锐的精神力，他能够分辨出这些白骨的真实性。至少以他现在的实力来看，这些白骨都是真实存在的。真是惨烈，这里竟然发生过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葬送了这么多了不起的生物。不过可惜，本源都被人吸干了，否则本女王的修为将会大涨。淡淡也是惊呼起来，虽然此刻他很是遗憾这里的遗骸全部被抽干了本源，使得他无法从中获得好处，但是他的震撼却大于遗憾。因为以他的见识来看，这里的白骨生前没有一样是简单的存在，哪怕本源已然不在，但单从外表也能看出这些白骨生前的强大。而此处能够葬送这么多不得了的存在，完全可以想象在曾经何时发生过怎样的恐怖的大战。而这缥缈仙锋内竟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越发的让楚风和淡淡觉得这缥缈仙锋的不简单，传自远古时期的阵法果然超乎想象。都说现在的修武之法已然繁衍到了巅峰，但是现在来看，远古时期的修武者似乎更加厉害。至少当进入东方海域后，楚风所接触到的所有有关远古时期的事情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在这时，天空之上的诡异乌云突然开始剧烈翻滚，在那翻滚之间竟然开始变化，最终凝聚成了一张遮盖天空的巨脸。那具脸色很是怪异，不断变化，根本没有最终的形态。按理来说，这样一张脸是非常恐怖的，但是楚风却偏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这张脸神圣无比，宛如神明一般。弱小，从未有过的弱小感，哪怕在地藏之中，楚风也从没发现自己竟然如此弱小。面对空中的那乌云凝聚、遮盖天空的巨脸，楚风觉得自己宛如一粒尘埃一般，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是此时此刻，那张巨脸之上一双巨目，却偏偏在凝视着楚风这个弱小的身影上，并且发出了比雷鸣还刺耳，仿佛要刺穿苍穹的声音。想不到如今的人类竟然弱到这种地步，让我等了这么久，能够看破我之阵法者，竟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存在。也罢也罢，无论如何，总算是看出了一些门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得不给你一些奖赏。不过修武一途若不经历艰难险阻，注定难成大器。我赐你暂时的力量，但却不会赐予你凌驾一切的实力。能否获得运物圣殿内的一切，还要靠你自己去争取。撼动苍穹的声音落下，一道金色光束便从天而降，射入了楚风的体内。这一刻，楚风只感觉一股暖流入体，自己的气息也是急速攀升，竟在瞬间提升到了3品5军的地步。不过楚风却知道，自己此刻的修为并非真实，而是暂时性的，因为此时此刻，在他的身体周围萦绕着金色的气体，而他那增强的修为也正是来自这气体。若是这金色气体不在，那么他的修为也将恢复到1品5军。但是最令楚风感到惊讶的是，在获得这道金色光束后，周围的场景竟然也在瞬息变化。此刻的他已不是在茫茫尸海中，而是在一座精致而古老的宫殿。楚风扫视了一眼，发现这座宫殿竟然是密封的，并且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奇怪，他既然赐予我力量，应该是想让我与战锋等人争夺此处的宝物，但是为何只是赐予我到3品5军的实力？难道说他知道我3品5军修为刚好可战5品5军？若是超越3品，战锋绝不是我之对手。可若真是这样，那岂不是说他看穿了我的一切？这也太可怕了。那究竟是什么？是这缥缈仙锋的创建者，还是被关押在此处的远古恶魔？楚风心惊不已，刚刚一切发生的太快，他几乎没有与那强大存在对话的机会，就已经来到了这里。但不管怎样，楚风都知道那个遮盖天空的巨脸绝对是恐怖到了极限。而联想到来到这缥缈仙锋后所发现的种种，楚风越发觉得此处深不可测，根本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这里绝对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发生过不为人知的事迹，但究竟是什么，以他现在的修为却根本无法去触及。就在这时，大殿的中心突然出现一道光芒，随后一道结界大门浮现而出，竖立在了大殿中心的半空之上。见状，楚风赶忙腾空而起，来到近前仔细观察。而透过这道结界大门，楚风能够看到另一座浩瀚的宫殿，那是一个金碧辉煌并且满是奇珍异宝的宫殿。宫殿内游荡着大量的武魂，
并且还摆放着许多奇珍异宝，其中一件奇宝更是让楚风眼前一亮，因为那正是楚风苦苦搜寻却未曾找到的奇物——武文仙莲。这一刻，楚风真是狂喜不已，因为结界门的另一侧才是真正的运物圣殿，里面有他想要的东西。可是楚风刚要踏入其中，却又止住了步伐，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因为他透过结界门能够看到一群人已是自大殿的另一侧进入了其中，那正是春夏秋冬以及诛仙群岛的6人。此刻楚风并未急着进去，因为他发现他站在大殿另一端的入口处，能够清晰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对方却好像看不到他，所以楚风觉得这道结界入口是隐藏的，与其马上现身与他们硬碰硬，直接争抢，还不如先静观其变，探探他们的底。运物圣殿果然如同传闻一般，这么多的武文，就算我等平分，兑换竞技武技也是轻而易举啊！这一刻，冬雪笑得跟花一般，美得不得了，因为这运物圣殿内的武文实在太多了，足有数千道，就算他们10人平分，每人也能至少获得几百道。几百道武文，那可是远远超越了慕容寻所创下的记录。只要想到能够打破慕容寻所闯下的记录，就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毕竟那可是如今东方海域公认的第一天才啊！而除去武文，此处还有许多见都没见过的稀奇宝贝，但是有些宝贝只看一眼也知道是修炼奇物，不得不说这里真的是一个大宝藏。评分，冬雪姑娘，我看你是想多了吧？可就冬雪以为苦尽甘来，畅想着美好未来之际，那战风却是不怀好意的笑了起来，并且他的目光之中也是充满了不善。战风，你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夏雨冷声问道，已经听出了战风的话中之意。过河拆桥，夏雨姑娘过，千万不要误会，我战风是那种人吗？只不过你之前也说了，修武者的世界利益至上，强者为尊，仁义道德可是无法让一个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此刻这运物圣殿内，这么多利益就在眼前，你觉得我们有必要与你们平分吗？战风说话之间，还看向了亚飞与慕容婉一眼。对于战风之话，亚飞与慕容婉虽然没有回答什么，但却是面带微笑，与战风走到了一处，封锁住了春夏秋冬4人通往大殿的道路，并且诛仙群岛的其他3人也是如此。此时此刻，诛仙群岛的6人站成一排，封住去路。他们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这运物圣殿内的东西，他们不准备分给春夏秋冬分毫。可恶！你们诛仙群岛妄称除魔卫道的正义之师，想不到竟做些下流无耻之事。你们邀请我们4人来到此处，结果却又将我们排挤在外，独享此处的宝物。此事若是传出去，就不怕让天下耻笑，唾弃你们的卑鄙行径吗？秋竹怒了，高声斥责：秋竹姑娘，你是真天真，还是真单纯？今日之事只有我们10人知晓，你觉得你说出去会有人相信你吗？依我看，别人不把你的话当成污蔑已经不错了。战风哈哈大笑，无耻至极，真是该死！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与你分享这运物圣殿内的武文，枉我们这么相信你，之前还帮你破解关卡。冬雪气得咬牙切齿，狠狠地斥责起来：战风，你们做事最好不要太过分，不要忘记这还是我缥缈先锋的地盘，而这运物圣殿也是我缥缈先锋的一部分。我缥缈先锋好心邀请你们来此，让你们获得我缥缈先锋的宝物，你们居然还想独吞，就不怕离开此处之后，我师尊缥缈仙姑惩罚你们吗？夏雨最为聪明，直接将缥缈仙姑抬出来吓唬战风等人。夏雨，你吓唬谁呢？谁不知道你们只是占领着诛仙群岛，却根本没有掌握此处。若是真的掌握了此处，你们有必要来这里和我们争吗？直接去取武技不就成了？另外，你也不要拿缥缈仙姑吓唬我们，我诛仙群岛根本就不怕你缥缈先锋。缥缈仙姑要是敢动我们一下，我敢保证，不出1个月，你缥缈先锋就会被夷为平地，无一生骸。慕容婉也是开口了，眼中充满了藐视。好了，何必与他们废话？既然他们不愿自己退出，那咱们就帮他们一把吧。亚飞妩媚一笑，但眼中却满是不善。他虽然没有说什么废话，但是却是最为直接，想要把我们击退，那还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秋竹也怒了，身为5品武君的他，并不惧怕战风等人。秋竹姑娘，莫说我与亚飞慕容小姐联手，单单是我自己就能将你击败。我看你细皮嫩肉的，不想伤你，你们还是自己捏碎仙符，自行离去吧。战风冷然一笑，竟然完全未将秋竹放在眼中，那就试试看。夏雨高喝一声，便要动手。虽然他知道以他的实力无法与战风等人抗衡，若要交手，只能依靠秋竹，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武文和奇物，他可不想就这么放弃。于是秋竹、夏雨、冬雪3人一同出手，主动向战风等人发动了攻势，想要险中求胜。可是奈何想法是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秋竹再强，却也不敌亚飞、战风、慕容婉3人联手，而诛仙群岛的另外3位更是不弱于冬雪和夏雨，所以不过是眨眼的功夫，这场战斗便胜负已分。秋竹、夏雨、冬雪3人皆被击败。激战过后，秋竹、夏雨与冬雪3人皆是受了些伤势，大局已定，他们根本无法再与战风3人抗衡。似是有意羞辱秋竹3人，战风与亚飞、慕容婉3人并没有直接对夏雨他们下狠手，逼迫他们使用仙符离开此处，而是运用强悍的结界之术，将他们3人的修为暂时封印，并且又将他们3人关在了结界牢笼之内，想要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捕捉武文、收取奇物而无能为力。战风，你们不得好死！这一刻，冬雪真是气得连心肝肺都要炸开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可以选择，真的愿意直接捏碎仙符离开此处，不想承受这份屈辱。但是奈何战风他们已经牢牢地将他束缚，他如今连捏爆仙符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风等人
肆无忌惮地捕捉武文收取奇物。冬雪姑娘，你可真是没素质，怎么打不过就骂人呢？别忘了刚刚先动手的可是你们，我们不过是正当的反击罢了。相比你们3个贪心的家伙，春武姑娘就识趣多了。你们可真要向春武姑娘学习学习。战风冷嘲热讽，说话之间看向了春武。此时此刻，春武还站在大殿的入口处，他先前并没有参战，所以此刻不但没有受伤，也没有被战风等人束缚，如同一个旁观者一般观望此刻的一切。春武师妹，你是怎么了？刚刚为何不与我们一同参战？难道忘记我们姐妹4人要同生共死的誓言了？这一刻，夏雨与冬雪等人才反应过来，原来在他们刚刚激战之时，春武竟然在袖手旁观。尤其是想到春武平时可是他们姐妹4人之中脾气最为火爆的一个，但是当面对战风等人无耻行径之时，春武竟然连吭都没吭一声，这便让夏雨与冬雪气愤不已，以为春武是胆怯了。然而对于夏雨与冬雪的责骂，春武却只是瞥了他们一眼，并没有过多理会，而是看向战风等人，和善的道：我不想与你们争斗，我也不会与你们争斗，但是这里有一件东西我必须要拿到，你们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都可以，只要可以将那件东西给我，无论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们。春武的态度很是平和，甚至有些低三下气，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但是为了帮助楚风拿到武文仙莲，他却硬生生地压制住了自己心中的怒火，向他极为厌恶之人低头。春武姑娘说的这是哪里话？按理来说，这缥缈仙锋都是你们的地盘，这运物圣殿内的东西，你们不还是随便拿？战风先是哈哈一笑，随后却又话锋一转，很是阴险地说道：不过可惜，现在这里我们说的算，看在你刚刚挺规矩的份上，我们不难为你，你就站在那里看着吧，看着我们如何收取此处之物。不过想拿这里的东西，那可就是休想！你们真是过分至极。听得此话，春武终于面容大变，不过他也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施展出一种身法武技，如风一般向大殿深处那武文仙莲的方向飞奔而去。春武姑娘，你该不会是想要强取吧？就凭你这4品武军的修为！见到春武想要强行夺取奇物，那战风等人却没有一人阻拦，而是站在原地哈哈大笑，直到春武穿越他们，飞入大殿深处，将要靠近武文仙莲之后，那战风才大喝一声：看来你也是这么不知好歹，不给你一些教训，你是不会老实了。话罢，战风身形一纵，如光一般飞奔而起，竟在眨眼之间来到了春武的上方。与此同时，大手已是向下抓来，想要抓向春武的头发。这一刻，春武吓坏了，他也终于意识到他与战风之间的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巨大，对方想要伤他，简直就是弹指之间的事情而已。这一刻，春武已是闭上双眼，做好了接受战风摧残的准备，等待着疼痛的到来。而战风更是大笑连连，狂傲无比，以那嚣张的笑声宣示自己的强大，却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至于亚飞、慕容婉等人，虽然对于战风这种行为并不喜欢，实际上对于战风本人也不喜欢，但是此刻他们毕竟是统一战线，都不想有人与他们争抢此处的东西，所以他们并未插手，只是面无表情，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那是什么？可是突然之间，亚飞与慕容婉却是瞳孔一缩，双眼瞪得溜圆，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在战风将要对春武出手之际，在那大殿的另一边，一道身影竟自墙壁之中飞掠而出，并且速度还子快，竟在瞬息来到了战风的近前。什么人？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战风恍然一惊，赶忙抬头观望，看向了自己的前方，给我滚开！然而就在这时，那道身影已是轰然而至，那夹带了十足力量的铁拳已是夹带着劲风袭来，并且在战风抬头的瞬间，已经落在他的脸上。得一拳落下，铁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战风的脸上，强大的力量不但让战风侧飞而去，更是使得他整个人在半空旋转了数圈之后，才算稳住身形。而这一刻，人们也终于是看清了那突然出现并且将战风击退的人是谁。但是他们看清这一切后，脸上的吃惊之色却顿时升华到了震惊，一同惊呼道：竟然是你，无情师弟！感觉到自己头顶的危机解除，春武茫然地抬起了头，这才发现此刻在他的上方站立一人，此人竟然是楚风。怎么，很意外吗？很意外，我无情会出现在这里。楚风以藐视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众人，尤其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那被关在结界内的夏雨和冬雪后，这才飞落而下，很是感激地对春武说道：春武师姐，感谢你为我无情所做的一切，不过现在还请你退后一些，这里并不安全。楚风说话之间，意念一动，便布置了一层紫色结界，将春武覆盖，随后大袖一挥，那结界便带着春武飘向了大殿的角落。这一刻，春武那美丽的小脸再度一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修为远在他之下的楚风，此刻所布置的结界，竟然是连他也无法击破的，简直坚固无比。无情，你想做什么？终于，亚飞等人凝重地开口了，因为他们都能感觉到楚风的变化，尤其是那萦绕在楚风周身的金色气体，与这运物圣殿如出一辙，这让他们感到莫名的不安。而对于亚飞的问题，楚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目光突然变得凌厉无比，淡淡的道：清场，清场，就凭你，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把修为提升到了3品武军，但别说你是3品武军，就算你是5品武军，老子也能轻易的灭了你。挨了楚风一拳的战风，感觉自己颜面尽失，早就已是怒火滔天，而此刻楚风竟然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般狂妄的话，更是让他忍无可忍，所以他也顾不得
那萦绕在楚风身上的金色气体是怎么回事？楚风是如何来到此处的？怒喝一声，便将其无凭无据的气息爆发而出，随后直接对楚风发动了攻势。战风出手了，虽然他站在半空，并未移动，但是磅礴的气息自其体内涌出，瞬息充斥遍了整座大殿。此时此刻，几乎大殿内的一切都被其掌控，而这便是无凭无据的可怕之处。哪怕坐守一方，也可攻城略地，横扫天下。然而，就在战风的威压刚刚充斥着运雾圣殿之际，楚风却是眼眸一闪，身体微微一颤，将其三凭五军的气息爆发而出，不但如战风一样瞬息充斥整座运雾圣殿，且气息竟然与战风不相上下，甚至还要略胜一筹，大有将战风的气息打压下去的趋势。怎么会这样？这个叫无情的家伙，威压怎么会这么强？竟然能与战风抗衡！见到这一幕，慕容婉将那诱人的小嘴微微张起，一双美眸也是瞪得溜圆，而那不断颤动的睫毛更是彰显着此刻他的吃惊。小姐，那无情身上萦绕的金色气体很是诡异，与这运雾圣殿有着相同的感觉，想必他定然是在此处获得了一些机缘，所以此刻实力才会这般强横。慕容婉身后的女子恭敬地回道：“那这么说来，此处岂不是真的是他开启？”慕容婉看向楚风的目光更为复杂了起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闻这无情的结界之术的确很强，虽然修为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胆识和能力却不容小觑。那名四品五军的女子回道。听到这里，慕容婉柳眉微微皱起，低声说道：“想不到东方海域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号人物，为何之前一直默默无闻呢？从未听过他的名号。”在他人议论之间，战风已然再度出手，竟然直接施展了9段武技。9段武技本就强悍无比，乃是除了竞技武技之外最强的武技攻击，而这样的武技在战风的手中更是发挥出了超乎想象的力量。磅礴的武力散发而出，竟然化作无数道黑色的符咒，那符咒形态各异，散发着诡异的黑色光芒，并且仿佛具有生命一般，竟然发出极为怪异且非常刺耳的叫声。那叫声太怪异了，听到之后竟让人感觉心烦意乱，甚至连精神力也是变得难以集中，神经已经受到了侵扰，并且那些符咒越来越多，最终竟围绕着圈形盘旋飞舞，形成了一道磅礴的黑色大阵。那大阵如同可以摧毁一切一般，所过之处连虚空都被碾压成了道道碎片。按理来说，这样的武技恐怖至极，若不是这运雾圣殿结构特殊，恐怕只是凭借这武技的威势，便足以此处彻底摧毁。竟是9段武技是天轮回阵，看来这战风也是发现了这无情不简单，所以动真格的了。见到这一幕，亚飞妩媚的笑道：“此刻的他没有丝毫出手的打算，就像是个旁观者，专心的看着热闹。对付一个区3品5军而已，竟然也要如此大动干戈。他若是不能凭借这招将那叫无情的小子击败，我看干脆退出我诛仙群岛算了，不然我诛仙群岛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慕容婉小嘴一撇，似乎对于战风对付楚风而施展噬天轮回真这样的手段感到很是不满。事实上，当那噬天轮回阵出现之际，楚风便意识到了这武技的不简单。虽然同为9段武技，但是这道武技绝对是9段武技中的上品，不单单是威力凶猛，更是蕴含些许幻想之术，能够迷惑神经，搅乱心智。若是修为差者面对此等武技，恐怕会直接丧失抵挡之力，化为灰烬。不得不说，这战风所施展的噬天轮回阵真的很强。但越是这样，越说明战风实际上也很忌惮楚风的实力，否则也不会一出手就施展出这样强悍的攻势。很显然，他是准备用这一招定胜负的。但是奈何，他还是低估了楚风。楚风的战力之强，远远超乎他的想象。虽然只是3品5军，但是面对5品5军，楚风却有着必胜的把握。所以就在那噬天轮回阵将要靠近自己之际，楚风的手腕一转，半城王兵龙纹剑已是浮现在掌心。王兵一出，水雨争锋。只见楚风一剑劈下，一道蕴含无数符咒、含有王级武力的金色光刃便劈落而出，两者相交，只听一声，竟然直接将战风的噬天轮回阵给斩成了2段。这一威力强横的9段武技，在楚风的面前还未发挥作用，就已经被摧毁。那是龙纹剑，在场的都是有见识的人，见到楚风手中的半城王兵，一眼就认出来乃是无涯观主的至宝龙纹剑。看来传闻是真的，这无情竟真的凭借1品5军的实力击败了无涯观主3品5军的弟子，赢得了无涯观主的龙纹剑。诛仙群岛的人皆是眼前一亮，知道传闻是真的，而这个传闻也在说明楚风的战力真的很是利奥的。这也就难怪此刻的楚风能够凭借龙纹剑一剑劈开战风的噬天轮回阵了。要知道，换作寻常的3品5军，就算手持半品王兵，也根本无法与战风抗衡，可以说根本没有抗衡的机会可言。但是眼下，楚风竟然凭借3品5军的实力，使用半城王兵，直接将战风的9段武技噬天轮回阵斩断。这已经明确的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楚风的战力真的逆天到了，能与比自己高2品境界的强者抗衡的地步。这一刻，无论是亚飞还是慕容婉，或是那另外3位诛仙群岛的天才，皆是眉头紧皱，因为若是连战风都无法击败楚风的话，那么恐怕他们联手也会有很大的难度。这位只是3品5军楚风，竟然真的威胁到了他们6位诛仙群岛的绝顶天才。看来你真是在这运雾圣殿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啊，竟然得到了这样逆天的战力。不过外力始终是外力，永远比不上自己修炼的真实实力。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尽管也看出了楚风的厉害，但是战风这种自负之人，
自然不愿承认是楚风自己占领一天，自己身为5品武军才会被3品武军的楚风压制，所以他把楚风此刻的强大实力认定为是在这运物圣殿获得的好处。这样一来，不但不再显得是他实力太弱，反而显得是楚风用歪门邪道的卑劣手段，侧面贬低了楚风。你倒是挺会安慰自己，我无情的战力究竟如何？不用你来评判，我此刻这3品武军的修为也的确是这运物圣殿赐予的，但是现在我就是压制住了你，你能奈我何？楚风冷然一笑，眼中满是讽刺的意味。这战风狂傲自负，目中无人，并且行事不仅狠辣，更是卑鄙。尤其是想到他之前竟然还要对春武出手，楚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早就想好好教训一下他了。我奈你何？老子若是认真，分分钟就能解决你。怎么，真以为拿出一把半城王兵就天下无敌了？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半城王兵可不止你有。只见战风掌心一翻，一把长达3米的大剑便出现在了手中。这把大剑通体银色，光芒闪闪，并且只看一眼就知道它的分量很重，并且当这把银色的大剑出现之后，战风的气息也是瞬息攀升，在他的身上竟然也隐约的涌现出了王级武力。不用想，楚风也知道这是银色大剑，也是一把半城王兵。受死！战风早就对楚风忍无可忍，说话之间身形微晃，便如同鬼魅一般，瞬息来到了楚风的身前。大剑轮动，响起呼呼风声，就连周围的空间也是扭曲变化，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影响带动。但是哪怕战风声势再强，楚风却依然轻蔑一笑，只见其手中的龙纹剑微微一抖，便瞬息化作一道笔直的金光，夹带着一阵凌厉的风鸣，直接刺向了战风的胸口。快，非常的快，狠，非常的狠。楚风不抵挡，不招架，更是没有闪躲，而是直接以闪电般的速度向战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这可不是简单的攻势，而是龙纹剑法的一种。龙纹剑法博大精深，不仅威力强大，更是蕴含无穷变化，玄妙无比。这一刻，战风恍然大惊，顿时就被吓到了，因为楚风的这一剑实在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并且太刁钻，若是置之不理，便真的能置他于死地。想到此处，战风哪里还敢犹豫，咬牙切齿，忍着心中的怒火，便收回自己的攻势。与此同时，身体向旁闪去，想躲开楚风的这一剑。天真。然而对于战风的动作，楚风似是早有预料，那金色光芒还未刺中，楚风的手腕微微一动，手中的龙纹剑竟然再度变化，一招未了，一招又至。只听得一阵风声，龙纹剑已然化作一道金色的半月光刃，对着那战风便横扫了过去。对于这种情况，战风无可奈何，只能巨剑去挡，防御楚风的这招凌厉攻势。但是奈何楚风的攻势位置却突然又变，并未与战风的银色巨剑正面交锋，而是方位转换，再度向战风的致命之处攻了过去。这一下，战风彻底慌了，万万也想不到楚风的反应会这么快，并且攻势这么刁钻，似是猜到了他的对策一般，先发制人，让他一点脾气没有。这种情况下，战风脸上的汗水一下就冒出来了。本以为拿出半城王兵之后，凭借自己的5品武军的实力和对自己这把半城王兵的理解，可以完全打压楚风，将刚刚丢的颜面给捡回来。但是哪曾想，这楚风竟然这么变态，竟然刚刚交手就将他压制住了，并且完全没有翻身的余地。这场交锋的主动权已经牢牢的被楚风掌握。怎么会这样？战风大哥竟然被那无情死死的牵制住了。这一刻，战风的一位手下满面吃惊，另外2名诛仙群岛的4品武军也同样如此。而慕容婉也是目光闪烁，神情不定，低声道：“好凌厉的攻势，简直变化莫测，无法猜到他的下一招会是什么。”那把龙纹剑在他的手中，竟然比无涯观主用的还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了这把半城王兵的力量。可是半城王兵其实那么好掌握的，这无情刚刚拿到不救才对，究竟是如何做到如今这种地步？就连亚飞也是柳眉轻挑，在那诱人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了些许凝重之色，喃喃自语道：“想不到这无情竟然掌握着这样的手段，看来之前还真是低估他了。若是此人日后真的成长起来，那岂不是要成为我的大敌？”对于战风的被动，亚飞与慕容婉皆是陷入了沉思。战风的实力他们是清楚的，可以说丝毫不弱于他们，所以他们都在想，此刻若是将战风换成他们，是他们在1对1的与楚风交手，那么他们该如何来应对此刻楚风这凌厉的攻势呢？可是越想2人越是眉头紧皱，甚至脸色都开始变得苍白，因为他们最终得到的答案竟是无解。好厉害，无情师弟真是厉害！本以为他上次以1品武军战败3品武军的朱天明，乃是夹带着一些运气，但是现在看来并非这样，这乃是他真正的实力。毕竟这战风可是整个东方海域都非常有名的天才，说起是未满30岁小辈之中最优秀的也不为过。但是哪怕如此，无情师弟却依然凭借比战风低上2品境界的修为，将战风压制了。看来无情师弟才是真的厉害。若是他与战风同样的修为，那此刻会是何等模样？也许那战风根本就无法与无情师弟抗衡吧。对于这一幕，丘竹也同样满面吃惊。同样身为5品武军的他，在刚刚与战风等人交手之时，他便发现自己的实力与那3人虽说相差无几，但还是要弱上一点点。而连战风都不是楚风的对手，所以他在心中盘算，若是换成他的话，那就更不是楚风的对手了。楚风的表现出来的实力，不仅让他深表佩服，更是自叹不如。然而听得丘竹的一番话后，夏雨与春武却是柳眉紧皱，脸上涌现出担忧与后怕之色。无情的天赋太过可怕，一次一次超乎他们的想象，眼下几乎可以确定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可是就是这样的天才，
他们之前明明有交好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偏偏并没有交好，反而因为一己私利而弄得不可开交，这让他们二人既后悔又后怕。后悔不该因为一点小小的利益那般对待楚风，浪费了本可与楚风交好的时机，错过了与一位罕见天才成为至交的机会。后怕在见识到楚风的处事手段之后，他们不敢不怕。若是楚风真的成长起来，又对他们二人之前的所作所为怀恨在心，那么他们早晚会要大难临头的。这一刻，冬雪与夏雨忍不住彼此互看一眼，在二人的眼中皆是渗透着浓烈的回忆，但是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能轻叹一声，承受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在众人对楚风刮目相看，为其强大的战力、玄妙的攻势所震惊不已、惊叹连连之际，那战风却已被楚风打压得满头大汗，气喘连连，大有支撑不下之势。这种情况下，他也实在忍受不住了，也顾不得什么脸不脸面，而是转过头来对着亚飞和慕容婉高声说道：“你们两个还要看热闹看多久？此子在这里获得了巨大好处，实力诡异的不正常。你们若是在袖手旁观，待我被他击败之后，被他击败的就是你们。”见状，慕容婉与亚飞互看了一眼，以眼神交流了一下后，便掌心一翻，分别祭出各自的半城王兵，直接向楚风扑杀了过去。起初，他们真的只想坐享其成，让战风将楚风击退后，他们再去收取这运物圣殿的好处，但是却想不到楚风会强到这种地步。事到如今，他们也的确无法再袖手旁观下去，必须速战速决，否则迟则生变。亚飞加入战圈之后，便对楚风发动了凌厉的攻势，他手中的粉红长剑也是半城王兵，所以威势相当强横。而至于慕容婉，他的半城王兵则比较奇特，并非是兵器形态，竟是一把琴。那琴为碧绿之色，似是特殊的玉质打造一般，萦绕着耀眼的光芒，浮空而动，平放在慕容婉的身前。而当慕容婉拨动琴弦之际，自那琴之中更是传来悦耳而唯美的琴声。但是伴随着那琴声一同出现的，还有道道形态各异的幽绿色光束。那幽绿色的光束可化利剑，可化雷电，不但千奇百怪，更是蕴含着恐怖的威势。若是楚风被其击中，就算不死也残。不得不说，当楚风、亚飞与慕容婉加入战圈之后，楚风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毕竟这两个丫头的实力都很强，楚风1对1绝对没问题，但是1对3可就有了压力。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依然没有落入下风。凭借玄妙的龙纹剑法，楚风连攻带守，在经过了开始的压力之后，渐渐的竟然适应了这种节奏，大胆的加强了攻势，竟然在以1敌3的情况下获得了优势。那叫无情的家伙也太可怕了吧！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将我诛仙群岛的3位绝顶天才压制住了。眼见着战风、亚飞、慕容婉3人联手，都不是楚风的对手。诛仙群岛那3位旁观的4品5军，皆是目瞪口呆，彻底被吓到了。身为诛仙群岛的人，同样是天才出身，他们可是深深的知道亚飞、慕容婉、战风是怎样的人物，那可是真正的天才，是整座诛仙群岛未满30岁者最强的小辈啊！但就是这样厉害的3位人物，此刻竟被一位3品5军压制成了这种地步，这叫他们如何能不震惊？若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这运物圣殿赐予了他这样的力量，否则怎么有人能够凭借3品5军的实力压制他们3位？事实上，哪怕亲眼所见，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至于楚风的实力是不是真材实料，也唯有亚飞、慕容婉还有战风3人最清楚。因为如果说楚风对战他们3个有压力的话，那么他们3个对战楚风压力就更大。此刻，亚飞妩媚的小脸上满是凝重，哪怕实力再强，在同等境界中难寻敌手的他，此刻也是不敢有丝毫大意，必须全力出手。至于那慕容婉，则是抿着小嘴，清纯的脸上满是苦涩。尽管他手持半城王兵，以远距离对楚风发动攻势，但却依然无法撼动楚风。不但自己的攻势被楚风一一瓦解，甚至楚风还时不时地对他发动奇袭，险些让他受伤。之前看战风与楚风交手之时，尽管已经发现了楚风的强大，但毕竟是旁观，此刻身临其境，他才真正的体会到楚风是多么可怕的对手。眼下幸亏是3对1，否则的话他绝对不敌。而至于楚风，虽然此刻已经占据了优势，但却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相反还有着隐隐的担心。虽说这样下去，他完全可以将3人击败，但是楚风却知道，他们3人可是都有后手的，不因别的，只因楚风当日亲眼见过亚飞所施展的人境武技，那人境武技之强，简直超乎想象。而亚飞都掌握着这样的武技，他相信以慕容婉和战风的身份，肯定也掌握着这样的武技才对。若是他们3人之中有人施展竞技武技的话，那么楚风单凭这一把龙纹剑显然无法抗衡。不过楚风却也并不惧怕，毕竟他还掌握着3种无上秘技，秘技随着实力的增强，威力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楚风之所以敢如此叫嚣，那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算好了彼此的底牌。战风、慕容婉不能与他耗下去了，你我3人一同施展竞技武技，将这个碍眼的家伙干掉。果不其然，就在楚风想到此处之际，亚飞也是终于开口了：“对，一起出手，不要再藏着掖着了。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同心协力，而是心怀私心的话，那就让这个小子白白捡了便宜。眼下在咱们面前的可是数千道武纹，若是得到他们，也许就能够在这缥缈仙锋上兑换到传说中的地境武技。你们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吗？”战风也是开口了，而他的这番话也让楚风清楚，为何他们拖延到现在才打算动用人境武技。虽说他们在面对敌人之时会一致对外，但是彼此的关系却并不和睦，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敌对的。毕竟同为诛仙群岛最优越的天才，抛开身份不谈，他们的各方面都会被拿来比较，所以无法避免的，
他们天生就是竞争对手。而人境武技虽然厉害，但是施展之后往往也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3个才迟迟没有动手，因为都不想因为施展了人境武技将楚风击退后，却没有了争夺利益的能力。这也是为何亚飞一开始便提出他们3个一同使用人境武技的原因，因为他也很清楚为何战风与慕容婉一直不动用人境武技。好，一起出手，谁要是不出手，离开此处后，我定会要我2个狠狠地教训他。这一刻，慕容婉也是开口了，并且说话之间，他已然出手。只见其左手抚琴，右手打诀，层层磅礴的力量不断在其体内凝聚，他的气息竟然开始急剧攀升，已然无限地接近了6品武军的境界。与此同时，亚飞与战风皆是目光一变，他们右手握剑，左手打诀，随着他这样的变化，一层又一层强大的气息开始向自他们的体内凝聚，一层又一层淡淡的光晕开始自他们的身体萦绕而起。这一刻，亚飞与战风的力量也在急剧攀升，并且越来越强，最终如同慕容婉一样，已经无限地接近了6品武军的境界。人境幻剑诀。突然，亚飞暴喝一声，随后手中的粉色长剑竟然光芒大盛，只见其次对着楚风猛然刺下，只听的一声，一道巨大无比的白光便爆射而出，直奔楚风飞掠而来。这道磅礴的白光蕴含着致命的力量，虽然楚风此刻的形态只是白光，但是楚风却知道那实际上是一把巨大无比的光剑。当初亚飞就是凭借这一招将被附体的颜如玉击败的人境幻剑诀。与此同时，慕容婉与战风也是暴喝一声，同样一道白光自他们的半城王兵之中爆射而来，施展了与亚飞同样的人境武技。3人的竞技武技从酝酿到发动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但是哪怕如此，还是被楚风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此时此刻，楚风早就做好了应对准备，他一只手紧握龙纹剑，尽量利用这半城王兵所蕴含的王级武力来提升自己的战力，另一只手已是连续轰出3掌，3掌轰出，顿时3只巨大的白虎奔腾而出。虽然形态模糊，但是那刺耳的虎吼以及恐怖的威势，正是无上秘技白虎攻杀术无疑。白虎攻杀术，攻杀无双，无物可挡。所以当3道白虎攻杀术轰击而出之际，莫说是旁人，就连那正在催动人境武技的亚飞3人也是面容大变，竟是秘技。3人震惊了，因为他们3人不是傻子，第一时间便分辨出楚风所发动的攻势并非普通的武技，而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第一时间便分辨出此乃传说中的秘技。秘技那可是比人境武技还要厉害的东西，连他们都不会，可是楚风却掌握着，并且运用得如此自如，这叫他们如何能不震惊？但是震惊归震惊，3人手中也并未手软，虽然秘技强大，但他们也知道秘技是需要与主人一同成长的。在如今这个境界，以楚风如今的实力，秘技的威力不得已真正发挥，根本比不上他们的人境武技。终于，3道刺耳的巨响传来，恐怖的涟漪席卷了整座大殿，哪怕这大殿坚不可摧，但也能够听到轰鸣之音，微微颤动，强大的冲击连虚空都被轰成了粉碎。瓦解之后才又渐渐复原，竟然败了。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的白虎攻杀术明明已经很是强大，但是面对3道人境武技，竟然没有占据优势，被击溃了。这是楚风动用白虎攻杀术第一次被别人以武技击溃，而这也证明了竞技武技的强大，的确远非普通武技可比。看着那已然掠至近前的3道人境幻剑诀，楚风虽然意外，但却也并未太过吃惊。尽管人境幻剑诀击溃了楚风的白虎攻杀术，但是白虎攻杀术却也是抵消了人境幻剑诀的大部分力量，所以此刻人境幻剑诀的威力已是不如先前。但是楚风却还有一个后手，那便是玄武遁甲术。关键之际哪敢犹豫，楚风几乎将自己所有的力量都动用起来，耗费自己的全力来催动玄武遁甲术，因为他知道人境武技之后，亚飞3人的实力将会大减，甚至暂时失去战力，那时便是他的机会。但若是他撑不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楚风顾不了那么多，既然白虎攻杀术无效，那么就必须拼尽全力，以玄武遁甲术来抵挡住3人的攻击。刺耳的惊天动地轰鸣猛然响起，3把幻剑毫无意外的轰击在了楚风的身上，无情师弟。见到这一幕，春武与秋竹几乎一同喊了出来，因为身为界灵师的他们都在以精神力紧紧锁定这个战圈。尽管楚风所在的方位已被狂暴的涟漪包裹，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楚风在，楚风还在那里。这说明楚风面对如此危险的境地，并没有选择捏爆手中的仙符，并没有选择离开，他竟然选择了抵挡。可是要知道，那乃是人境武技，3道人境武技啊！几乎没有人觉得楚风真的能够挡下这3道人境武技，没有人觉得楚风能够活下来。若是不选择捏爆仙符，楚风将必死无疑。起初人们都觉得楚风必死无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却不得不渐渐改变这一想法。因为尽管3道人境武技极为强横，此刻所造成的涟漪更是惊天动地，让人只看一眼便不由胆战心惊。但是此刻楚风的确还在那涟漪的中心，并且的确抵挡住了3道人境幻剑诀，这便让人们不得不震惊了。那可是人境武技，人境武技啊！尽管刚刚楚风的秘技抵消了一部分人境武技的威力，但那毕竟还是人境武技，并且此刻3位5品武军明显在用全力继续催动着此武技，楚风怎么能够凭借肉身之躯抵挡得了？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不得不通过精神力仔细地观察楚风的状态，这才发现楚风的身体之外萦绕着一层强大的防护罩，是这个防护罩抵挡住了人境幻剑诀那狂暴的力量。秘技竟然又是一种秘技，这家伙竟然掌握着另外一种秘技，这怎么可能？
他究竟得到过怎样的奇遇，才能够有如此收获？当确定楚风抵挡攻击的原因后，人们更是震惊不已。秘籍这么利奥德，楚风竟然掌握2种，这叫人如何能不震惊？但是当他人为楚风掌握2种秘籍而震惊之际，亚飞的神色却更为复杂，因为他可是知道，除了先前的白虎攻杀术以及现在使用的玄武遁甲术外，楚风可是还掌握着第3种秘技。事到如今，哪怕是他也不得不对楚风另眼相看，因为楚风的战力和掌握的手段真的超乎他的想象，让他想不正视都不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亚飞、慕容婉拼尽全力，一定要将此子击溃。战风咬牙切齿高喝一声，随后便拼尽全力来催动人尽幻剑诀，是要将楚风击败。至于亚飞和慕容婉，自然也是不敢有所怠慢，咬紧牙关，便耗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拼命也要将楚风的玄武遁甲术击溃。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失不再来。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人尽幻剑诀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而亚飞3人更是面色惨白，大汗淋漓，一副似是油尽灯枯的模样。但是楚风的玄武遁甲术却依然未破。该死，我不服！突然，战风扬天怒喝一声，随后竟然收回了自己手中的银色巨剑。与此同时，他的人尽幻剑诀也消失不见，而他整个人是在空中晃了一晃，随后向下方跌落而去。战风大人！见状，战风的那名4品5军的同伴赶忙飞掠而来，将其扶住，否则战风定然要摔落而下。此时的他竟然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亚飞大人，慕容小姐。与此同时，亚飞与慕容婉也同样油尽灯枯，如同战风一样，竟然连在半空站立的力量都是没有，纷纷跌落下，被其同伴扶住，才没有摔落到地下。而这一刻，再观楚风，那玄武遁甲术虽然颇为暗淡，但是仍在运转。看到这一幕，春武与秋竹皆是满脸喜悦，兴奋得不得了。楚风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击败了3名诛仙群岛的绝顶天才，此事若是传出去，定会轰动整座东方海域。然而就在这时，那玄武遁甲术却是突然消散，而楚风也终于完整的浮现在众人的面前。只不过此刻的楚风可不容乐观，同样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就连整个人比之先前也是瘦了许多，甚至站在半空也是摇摇欲坠的样子。可见楚风虽然成功抵挡住了3人的攻击，但是自己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快去将这无情给我杀了，他已经油尽灯枯，没有了战斗之力，速速将他给我杀掉。见状，战风大喜，赶忙命令同伴去解决楚风。事到如今，他真是对楚风恨之入骨，去将他给我宰了。与此同时，亚飞与慕容婉也是以虚弱的语气命令自己的侍卫去解决楚风。而那3位4品5军都是极为聪明之人，自然也看出楚风已然油尽灯枯，没有了战斗的力量，所以再布置一道结界，分别将亚飞、慕容婉以及战风3人包裹在结界之内后，便向楚风冲了过去。连你们的主子都不是我之对手，就凭你们也敢与我放肆，真是找死！然而就在3人夹带着强劲的攻势，将要靠近楚风之际，楚风却是目光寒芒一闪，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暴涌而出。那紫色的结界之力张牙舞爪的汹涌而来，宛如一只可以吞噬一切的恶魔，只是瞬息便将那3名4品5军包裹。糟了，他竟然还有这么可怕的力量！快跑，不然我们都要死！这一刻，那3人皆是大惊，想都不想便赶忙捏爆了手中的仙符，因为若不是这样做，他们觉得自己的小命将要休矣。在仙符捏碎之后，只见3人的身体光芒一闪，已然消失不见，被传送出了武文仙境。可是就在3人刚刚消失的一瞬间，楚风那紫色结界所凝聚的模糊巨兽却突然如烟雾一般消失不见。而这一刻，楚风也是身体一歪跌落而下，最终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但是哪怕如此，楚风的嘴角却依然掀起利奥得意的笑容。该死，上当了，这家伙根本就是虚张声势。见状，慕容婉恍然大悟，气得瑟瑟发抖。娘的，这3个贪生怕死的东西竟被这种手段吓走，弃我们而不顾，看我回去后怎么收拾他们。而战风更是气得咬牙切齿，竟然怒气攻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无情师弟见楚风竟然摔落而下，春武顿时就急坏了，但是奈何楚风布置的结界太强，他根本无法挣脱。而就这时，楚风意念一动，那结界便消失不见，春武也终于重拾自由，瞬息来到楚风身旁，先是未使楚风疗伤甚妙，这才担心地问道：无情师弟，你怎么样？看我将武文仙莲拿到了。接过春武手中的武文仙莲，楚风摇了摇头，面带微笑的道：春武师姐不要惊慌，我没事，将秋竹师姐放出来吧，这里的武文有你们一份，随意去拿便是。见楚风虽然虚弱，但并无大碍，春武这才点了点头，随后便来到秋竹等人面前，将那束缚他们的结界破解开来。无情师弟，多亏了你，要不然今日就要让诛仙群岛的这些卑鄙小人得逞了。无情师弟，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厉害，真的在这运物圣殿获得了巨大好处，大恩不言谢。无情师弟今日的恩惠，我们姐妹4人记在心中，日后定会报答。在脱困之后，夏雨与冬雪一改之前那狰狞的脸孔，满面带笑的对楚风施礼道谢，那叫一个热情亲切，那叫一个臭不要脸，似乎完全忘记他们之前是怎样对待楚风的了。而说话之间，他们更是得意一笑，随后腾空而起，向运物圣殿深处掠去，想要去捕捉那飘荡在深处的武文和各种天地奇物。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面容转冷，高喝一声：想死的话，你们2个就给我拿一个试试看。听得此话，冬雪与夏雨那本喜悦的小脸一下子就变了，万万也想不到楚风会这样对待他们。这一刻，冬雪和夏雨可谓气愤不已，
本想说点什么，可是当他们目光回转看向楚风之际，却顿时止住了前行的脚步，一大片冷汗也是直接自其额头渗透而出，流了下来。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的目光之中可是满是杀气，那真不是开玩笑的。若是他们还敢擅自行动，恐怕楚风真的会杀了他们。本来想到楚风此刻虚弱无比，夏雨与冬雪二人还想强行忤逆一下楚风，但是想到楚风之前的所作所为，就连3位绝顶天才都被楚风击败了，他们便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最终，极为高傲自负且见利忘义的夏雨与冬雪就呆呆地站在了半空之上，一动未动，竟真的没有对武文动手。见到这一幕，秋竹深表同情，本想说些什么，可却突然被身旁的春武打断。他们自作自受，之前那么对待无情师弟，此刻还想坐收渔翁之利，简直是做梦。春武拉着秋竹悄悄说道，而听得春武的话后，再看看此刻那盘坐在地、面色苍白、已然闭上双眼、闭目调息的楚风，他也觉得春武说得很对。眼下这种情况，乃是楚风一人拼命争取来的，而之前夏雨与冬雪那么对待楚风，的确不配去拿此处的武文和奇物，所以他也是收回了自己想说的话，没有去劝什么。之后，二人便开始去捕捉武文。虽说武文很特殊，特殊到再强的力量也无法摧毁，但是只要将它们握在掌心，轻轻一捏，便会直接进入人的身体，并且化作纹路出现在手臂之上。武文似有灵智，且速度极快，可以说狡猾至极，并不好捉。但是奈何这里武文众多，且就算他们速度再快、再能跑，但毕竟被局限在这大殿之内，所以凭借秋竹和春武的手段，想捕捉他们倒也轻松。眼看着春武和秋竹将一个又一个武文捕捉到手，吸入体内，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分别入手10几道武文。冬雪与夏雨二人真是眼气坏了，但是此刻他们也别无办法，谁让他们有眼无珠，看错了楚风，因为一点私利便排挤楚风。可以说，如今他们眼巴巴地站在这里，只能看着春武与秋竹去捕捉武文，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对于这一点，他们二人也很是心知肚明，所以除了对春武与秋竹的羡慕外，他们最多的情绪便是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那般对待楚风，暗下决心，若是一切可以重来，他们绝对不会去那么做。但是奈何天下间唯独没有的便是后悔药，所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再次重来。但是相比于他们两个，战风、亚飞、慕容婉三人可就是气得面色火红，那一双双眼睛简直都快喷出火来。本是属于他们的东西，此刻竟然被他人独占，这叫他们如何能够忍受？在武文仙境晃了这么多天，现在才发现，原来这武文竟然这么好捉，简直是取之不尽一般呀！嘻嘻嘻，似是感受到了那既羡慕又愤怒的目光，春武这调皮的丫头更是一边捕捉武文，一边洋洋得意地炫耀起来。对于这种情况，战风更是气得牙根直痒痒，甚至整座运物圣殿都能够听见战风那牙齿相互交错发出的咯咯声音。准备好了吗？突然，亚飞目光一转，分别看了战风与慕容婉一眼。我们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慕容婉与战风皆是点了点头。不好！而听得此话，楚风那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赶忙将凌厉的目光投向了战风、亚飞与慕容婉三人。而这一刻，楚风能够清晰地看见，在亚飞、战风以及慕容婉三人也正盯着自己，并且在他们的嘴角竟然都掀起了一抹讽刺的微笑。随后，三人一同捏爆了掌心的仙符，劲光芒一闪，瞬息消失不见。怎么回事？他们是受不了刺激，所以自动放弃了吗？见到这一幕，春武满脸的不解。不对，那是什么？可是突然之间，秋竹却是面容大变，因为他发现，在先前战风三人所在的结界之内，竟然留下了一道圆盘。那圆盘之上有着无数符咒，那符咒排排相连，呈现出了一道极为复杂的图案。此刻那符咒圆盘正散发着耀眼的光华，并且越来越亮。与此同时，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也是从中散发而出，那是一道自爆符，威力超强，恐怕会将此处摧毁。这一刻，冬雪与夏雨同时惊呼一声，与此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捏爆了掌心的仙符，同样化作光芒，悄然离去。春武师姐，无情师弟，快走！那仙符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不要管此处的宝物了，此刻不走，命将休矣！见状，秋竹也是大喊一声，紧随其后，他也是捏爆仙符，逃脱而去。该死，真是卑鄙至极！身为戒灵师的春武，自然也能够感觉到那道圆盘符咒有多恐怖，那根本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爆符咒，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戒灵师所炼制的东西。从那其中所蕴含的威力来看，恐怕8品武军都要身负重伤，8品武军以下者更是无法抵抗，又何况是他这区4品武军。所以春武也不敢犹豫，对着楚风大喊一声：“无情师弟，快捏碎掌心的仙符，此处不能再待了！”话罢，春武也是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此时此刻，整座运物圣殿内便只剩下了楚风一人，几乎在一瞬间之内，所有人都逃离了。楚风看了看手中的武文仙莲，又回头看了一眼大殿深处那数千道武文，以及对他修为将有极大帮助的各种天地奇物。楚风并未选择离去，而是面带微笑，很是尊敬的道：“前辈，我不知道您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我相信你不会任由那东西毁掉你这运物圣殿，更不会任由那东西杀掉与你有缘之人。”话罢，楚风闭上了双眼，但嘴角却挂着一抹自信的微笑，似是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死去一般。而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刺耳的轰鸣响起，与此同时，炙热的白光充斥了整座运物圣殿，狂暴的能量涟漪开始疯狂的肆虐。